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科技二流子。Ubuntu 24.04 LTS 是一款穩定且功能強大的 Linux 發行版，但僅完成安裝遠遠不夠。通過一系列關鍵的優化與進階配置，能夠顯著提升系統性能、網絡速度以及整體使用體驗。本指南將帶你從系統安裝到深度調優，全面解析安裝後必須完成的20項實用設置，幫助你充分釋放 Ubuntu 的潛力，打造高效、流暢且個性化的 Linux 工作環境。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深入體驗 Ubuntu 24.04 LTS 從系統安裝到進階配置的完整指南。大家好，本期視頻將为大家详細展示如何通過 VirtualBox 安裝 Ubuntu 24.04。话不多说，咱马上開始吧。首先得去 Ubuntu 官方網站下載 Ubuntu， 在那兒能看到最新的 24.04 LTS 版本。當然，通過這個方法也能裝其他版本的 Ubuntu。找到那個綠色的下載按鈕，點一下就開始下載了。文件大小大概 5.7GB。下載完 Ubuntu 後，再去 VirtualBox， 點下載 VirtualBox。下載的時候得根據自己的操作系統來選。我用的是 Windows 系統，所以選 Windows 主機，這樣就會下載 H 安裝文件。等下載好了，點安裝程序，一路點下一步，下一步，最後點安裝，就完成安裝過程了。不過我已經裝好了，就不再重複操作了。創建虛擬機，我這已經裝好了 Oracle VM VirtualBox， 接着點新建，給咱要裝的操作系統起個名，再選個保存虛擬機的文件夾，我就用默認的。然後把從 Ubuntu 網站下載的 ISO 鏡像文件選上，我已經打開鏡像文件了，這會兒它就能自動檢測到我們要裝的是64位的 Ubuntu 版本。在這兒輸入想用的用戶名，設個密碼，再確認一遍，主機名保持默認就行。再點下一步，這兒設置的是給虛擬機分配的基礎內存，我建議大家盡量多分配點內存，但別超過紅色區域，不然電腦就會扛不住了。我準備分配 9GB 內存，同時還要選好要用的 CPU 核心數，這得看你電腦 CPU 的情況。我這電腦有12個核心，我最多能給5個核心，你也可以多給點，但電腦可能就會有壓力，所以我就設成5個核心，點下一步。我建議給虛擬機分配 30GB 左右的存儲空間，點下一步，再點完成。現在虛擬機就啟動了，在電腦上運行起來了。點試用或安裝 Ubuntu， 然後選你想用的語言，比如英語。這裡還有些輔助功能，像視覺、聽覺、打字方面的都能編輯，比如設置高對比度、屏幕閱讀器之類的。接着選鍵盤布局，我選的是美式英語。網絡連接的話，我用有線連接。這次更新先跳過，勾上安裝 Ubuntu， 點下一步。咱們選交互式安裝。因為自動化安裝是給高級用戶用的，他們有專門的配置文件，能同時在好多設備上安裝，速度還快。但咱就選交互式安裝，點下一步。這時候可以選裝不同的應用程序，要是不需要，保留基本的實用程序應用就行，也能點擴展，選更多應用。我暫時不需要，就選默認設置。注意要勾上安裝用於 WiFi 硬件的第三方軟件。然後就是選擇安裝方式。選擦除磁盤並安裝 Ubuntu， 別擔心，這裡擦除的不是你電腦的磁盤，而是 VirtualBox 磁盤，放心選這個，點下一步。輸入你的名字，設個密碼，確認密碼，點下一步。現在直接點安裝，它就開始安裝了，會複製文件，安裝我們需要的所有東西。好了，安裝完成，點重啟。操作系統啟動後會打開界面。點你的用戶名，輸入之前設置的密碼，點下一步，跳過一些步驟，我們就成功的在電腦虛擬機上用 VirtualBox 安裝好 Ubuntu 24了，運行起來特別完美，速度快，性能也很棒。就跟在正常的 Ubuntu 系統上一樣，你可以打開任何程序，用終端做你想做的事，打開瀏覽器，網絡也能正常用。大家要是覺得有用，趕緊點擊訂閱吧。解決 VirtualBox 中 Ubuntu 24的分辨率問題。要是你在圖形顯示上遇到問題，比如圖形效果不好，或者沒法全屏顯示，我現在就教你怎麼解決。點菜單裡的設備，再點插入來賓附加功能 CD 鏡像，點完這兒就會出現磁盤圖標，點它。在點運行軟件之前，得先打開終端，
因為要安裝點東西。現在可以把窗口關了，點運行軟件，輸入密碼驗證，這樣就能安裝 VirtualBox 圖形界面了。有了它就能修復圖形顯示問題，實現全屏顯示。按回車鍵，接着得把窗口關掉，然後重啟虛擬機，勾上關閉虛擬機。現在重新啟動，點查看，選進入全屏模式，這樣就能看到全屏顯示了，分辨率超棒。現在一切都完美了，你可以用任何应用程序在 Ubuntu 上工作、開發、做任何事，在虛擬機和 VirtualBox 上都能順暢運行，還能開啟深色模式。要是喜歡，還有動態壁紙，有好多新功能等着大家去探索呢。在本视頻中，將為你詳細介紹全新 Ubuntu 系統安裝後必須要做的20件事。這些內容並非是常見的簡單操作，比如更換壁紙這類大家都熟知的事項，而是一些切實可行的步驟，能夠全面提升你的 Ubuntu 使用體驗。無論是提升電腦性能、加速網絡連接，還是延長筆記本電腦電池壽命等方面，這些技巧都將為你帶來顯著的改變。每次安裝 Ubuntu 或其他 Linux 發行版時，花上15分鐘對系統進行微調，相信我，這將對你的使用體驗產生重大影響。Linux 系統功能強大，通過正確的設置調整，你能夠充分釋放其全部潛力。那麼，讓我們即刻開始，一起提升你的 Ubuntu 體驗吧。1. 更新系統，並選擇最快鏡像。在進行任何操作之前，首要任務是更新系統，確保運行的是最新版本的所有內容。即便剛剛完成全新安裝，也可能存在新的更新和補丁需要獲取。在此之前，先檢查是否使用了最快的鏡像。選擇更快的鏡像意味着更快的下載和更新速度。這一操作基於你的地理位置。在菜單中搜索軟件，點擊軟件與更新，確保相關選項均被勾選。多數 Linux 發行版默認僅啟用官方軟件庫，而 Ubuntu 允許你開箱即用的啟用社區軟件庫，這樣能訪問更多軟件包。若選擇本地服務器而非主服務器，軟件安裝和更新速度將大幅提高。若已為你的國家設置好服務器，可保持不變。也可點擊選擇最佳服務器，系統將自動測試並選擇最快的服務器，此過程最多耗時5分鐘。完成後點擊選擇服務器，關閉窗口。若提示重新加載緩存，點擊重新加載。之後打開終端，運行 sudo apt update and sudo apt upgrade。可從描述中複製粘貼，此命令將檢查更新並安裝最新軟件包。強烈建議在進行後續步驟前運行此命令。更新完成後，記得重啟計算機。2. 安裝正確驅動程序。在 Ubuntu 24.04 LTS 中，若在安装過程中選擇了相應選項 NVIDIA 顯卡驅動程序及許多其他所需驅動程序，會自動安裝。安裝正確的驅動程序對獲得良好的計算體驗至關重要。在菜單中搜索驅動程序並點擊，在此處可查看所有使用額外驅動程序或需要額外驅動程序的硬件設備。例如，若有設備正在使用額外驅動程序，如 GPU 的 NVIDIA 專有驅動程序在操作系統安裝時自動安裝。对于部分設備，可能存在開源驅動程序，但專有驅動程序通常能提供更顯著的性能提升，建議選擇並點擊應用更改。此外，可能還有如 WiFi 適配器等其他硬件的驅動程序可供安裝，同樣建議安裝。完成安裝後，等待下載和安裝完成，然後重啟計算機。3. 安裝必備應用程序。Ubuntu 24.04帶來了全新改版的應用中心，界面設計煥然一新，使用體驗極佳。你可在此瀏覽並找到優秀的軟件。不過，我們將直接從終端安裝一些必備應用，例如可通過 sudo apt install 後跟正確的軟件包名稱進行安裝，像 VLC 媒體播放器、用於圖像編輯的 GIMP、用於磁盤管理的 Parted 以及適用於軟件包管理的 Synaptic。另外，由於 Google Chrome 是最受歡迎的瀏覽器之一，需從網上下載。搜索 Chrome， 從官方網站下載正確的 dev 文件，下載完成後，在下載位置打開終端，運行相應命令進行安裝。安裝完畢後，打開 Ubuntu 系統的應用中心，即可在其中找到 Google Chrome 圖標，輕點即可開啟使用。4.
安裝 Preload 提升應用啟動速度。Preload 是一個十分實用的工具，它是在後台運行的智能守護進程，能夠觀察你的使用習慣，學習你頻繁使用的應用，並在你打開它們之前將其預加載到內存中。例如，假設你經常使用 Firefox 瀏覽器，在未啟用 Preload 時，點擊 Firefox 應用圖標，應用程序需從硬盤讀取並加載到內存中，這需要一定時間。而啟用 Preload 後，電腦已提前将 Firefox 預加載到內存中，點擊圖標即可快速打開。若你的電腦內存為 8GB 或更多， Preload 將顯著縮短應用啟動時間。安裝方法很簡單，打開終端運行 sudo apt install preload 即可，無需額外配置和調優，它會自動根據你的使用模式進行學習和適應，讓你最常用的應用程序变得更快、更靈敏，為你打造個性化的高效計算體驗。需要注意的是，無法從图形應用中心安裝 Preload。此外，掌握 Linux 命令和熟练使用终端能拓寬在 Linux 上的操作範圍。5. 個性化儀表板提高工作效率。左側的儀表板是 Ubuntu 系統方便的功能，可讓你快速訪問喜愛的應用程序。默認情況下 ，Ubuntu 會在儀表板上固定一些應用程序，但你可輕鬆自定義以滿足個人需求。你可以刪除不常用的应用程序，添加常用的应用程序，並通過拖放图標重新排列順序。這種自定義操作能創建一個更符合你工作流程和偏好的儀表板，使應用訪問和切換變得更快。此外，還可使用鍵盤快捷鍵啟動固定的應用程序，按下超級鍵或 Windows 鍵，加上與應用程序位置對應的數字即可，如超級鍵+2將打開儀表板中的第2個應用程序。通過自定義儀表板並利用這些快捷鍵，能顯著簡化 Ubuntu 桌面體驗，提升工作效率。6. 使用 Timeshift 創建系統備份。創建關鍵備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能為你節省大量故障排除時間，避免潛在的數據丟失。Timeshift 是一款強大的系統備份軟件，能夠在系統出現最嚴重的崩潰和錯誤時進行恢復，甚至在你完全刪除系統的情況下，也能恢復操作系統。使用描述中的命令安裝 Timeshift， 安装完成後打開它。在備份類型中保持選中 RSYNC， 點擊下一步，它會估算系統大小。然後選擇存儲備份的位置，建議將 U 盤格式化為 X4 並備份到 U 盤中，這樣即使格式化整個硬盤也能恢復系統狀態。接着可設置自動備份頻率，在此我們跳過此步驟，因為是對已完全設置好的系統進行備份。最後點擊創建，即可創建系統備份，隨時可恢復到備份時刻。需注意 ，Timeshift 主要是系統備份工具，默認不備份個人文件，如文檔、照片和項目等。7. 啟用黑暗主題提升視覺體驗。Ubuntu 24.04 LTS 提供了出色的黑暗主題，可提升桌面的视觉吸引力。該主題在所有應用程序和系統組件中保持統一，呈現出一致且現代的外觀。你可通過點擊下拉菜單中的按鈕直接啟用黑暗模式，使界面看起來更加高級。此外，部分壁紙還會根据主題動態調整。8. 通過優化 DNS 提升網絡速度。當你輸入網站 URL 並回車後，在實際網站開始加載前，會有一個短暫間隔。在這段時間裡，網站的實際 IP 地址需要被解析，而解析時間取決於互聯網服務提供商默認使用的 DNS。通過更改 DNS 能夠顯著改善連接到網站所需的時間。這裡我們使用谷歌 DNS， 它可靠且解析 IP 地址速度快。操作方法如下：點擊齒輪圖標，在 IPv4 部分關閉自動切換，在文本框中粘貼描述中的數字，對 IPv6 部分進行同樣操作。然後應用設置，關閉 WiFi 再重新打開，即可享受更快的互聯網。9. 優化 Firefox 瀏覽器性能。Firefox 是一款優秀的瀏覽器，為進一步提升其性能，可進行2項調整。首先，電腦中的 GPU 在多数情況下處於閒置狀態，而默認 Linux 上的瀏覽器主要使用 CPU 處理工作。打開 Firefox， 輸入 About Config 並回車，接受提示，將描述中的一行內容粘貼過來，並將其從 False 切換為 True， 啟用瀏覽器的硬件加速，
這將使動畫和滾動更加流暢，電腦能更輕鬆處理大型網站。其次，開啟網頁渲染。同樣在 About、Config 頁面粘貼相關內容，並將值切換為真。完成後，重啟瀏覽器即可看到性能改进。若出現負面影響，可將設置改回 False。10. 安裝 Ubuntu Restricted Extras， 解決媒體播放問題。由於法律限制， Ubuntu 和許多其他 Linux 發行版在安裝文件中無法包含一些主要的媒體編解碼器，這就導致部分流行的音樂和視頻格式無法播放，一些網站如 Netflix 和 Prime 也可能無法正常工作。雖然 Ubuntu 在安裝過程中添加了副選框來安裝部分必要編解碼器，但並非完整集合。Ubuntu Restricted Extras 是一個原包，包含所有主要和次要類型的媒體編解碼器、重要字體、办公文件以及一些工具，如 Adobe Flash Player 和 Undrawer。安装命令為 sudo apt install Ubuntu Restricted Extras。安装过程中需接受最終用戶協議，完成後所有視頻應能正常播放。11. 啟用夜間模式改善睡眠質量。夜間長時間盯着屏幕會嚴重影響睡眠質量，干擾身體自然的睡眠。夜間模式是一種科學有效的解決方案，它能在太陽落下天色变暗時，讓屏幕逐漸變為更溫暖的顏色，從而顯著提高褪黑激素的產生，幫助你更易入睡並改善睡眠質量。在 Ubuntu 系統中，進入顯示設置，點擊夜間模式部分。設置根據日出和日落自動啟動夜間模式，你將從第一天開始感受到其帶來的變化。12. 使用 GNOME Tweak Tool 和 GNOME 擴展定制桌面。Linux 系統的可定制性極強， GNOME Tweak Tool 是一個能對桌面進行高級修改的工具，可更改主題、圖標和儀表板外觀等，但需注意不要更改光標主題，否則可能導致 Ubuntu 崩潰且無法重新啟動。此外， GNOME 擴展能在深層次上改變桌面的外觀和行為。啟用擴展的方法是運行特定命令，然後打開瀏覽器訪問 extensions.gnome.org， 安裝瀏覽器插件，刷新頁面後即可在此安裝和管理 GNOME 擴展。例如，常用的 Dash-to-Dock 擴展能讓桌面看起來更高檔。JS Connect 擴展可實現智能手機與 Ubuntu 電腦的無線連接，具備多種實用功能。還有許多其他有趣的擴展可供選擇。13. 安裝圖標包和主題個性化桌面。Ubuntu 默認的 Yarrow 主題和圖標已較為出色，但添加如 Pyrus、Numix、Circle、Flattermix、Candy Icons 等圖標包，可讓桌面更加美觀高級。同時，還可更改強調色，使其與壁紙相匹配。也可添加其他主題，如 Arcus GTK 主題、Big Sur Vmix Adapter 等。14. 自定義 GNOME 桌面搜索功能。GNOME 桌面的超級按鈕功能強大，通過它可實現應用切換、工作區切換以及搜索打開應用等操作。其搜索功能還可搜索已安裝應用、計算機文件、日曆條目等。但每個人使用習慣不同，可關閉搜索中的文件和文件夾搜索選項，還可重新組織搜索結果的顯示方式，僅保留需要的內容，如應用程序和計算器，根據自身需求進行個性化定制，確保搜索體驗更符合個人使用習慣，能快速訪問電腦上的內容。15. 個性化系統設置。打開 Ubuntu 系統設置，你可進行多項個性化設置，比如更換壁紙、更改啟動欄位置，若喜歡可將其放在屏幕底部，調整圖標大小，管理通知，調整隱私設置，將系統連接到流行的雲服務以獲得更實用的體驗等。系統提供了豐富的設置選項，你可根據自身需求對系統進行全面微調，使其完全符合個人使用偏好。16. 在 Linux 上暢玩遊戲。如今 Linux 上的遊戲場景發展極為迅速，很多主流遊戲都能在 Linux 上原生運行。借助 Steam 內置的 Proton 功能，無需配置額外軟件，例如 Wine 或 Play on Linux， 就能運行大量精彩的 Windows 獨佔遊戲，像巫師3、GTA 5、毀滅戰士永恆、賽博朋克2077等。操作步驟如下：在 Steam 設置中開啟 Steam Play， 然後點擊安裝遊戲，遊戲即可流暢運行。Steam 可從應用中心安裝，更推薦從官方網站下載。此外，
還能查看 ProtonDB， 了解哪些 Windows 遊戲在 Linux 上運行良好。17、使用分數縮放調整屏幕顯示。若你使用的是現代筆記本電腦，屏幕分辨率可能是 1080p 或更高。高分辨率雖然讓顯示變得清晰，但可能會使文本和其他元素在視覺上變小，這在筆記本電腦，尤其是小尺寸屏幕上，會給使用帶來挑戰。為解決這個問題，可採用分數縮放功能，進入顯示設置並啟用分數縮放，選擇 125% 縮放比例，這樣能使所有內容在大多數筆記本電腦屏幕上顯示的大小適宜。18、啟用防火牆，增強系統安全。Ubuntu 和幾乎所有 Linux 發行版在開箱時就具備較高的安全性，不過設置防火牆能提供額外的安全保護。Ubuntu 默認不啟用防火牆，原因是默認情況下沒有開放端口，可能打開端口的服務，比如網絡服務器入站流也未預裝。然而，開啟防火牆能更好地保護系統。啟用防火牆的方式有2種，通過終端使用描述中的命令啟用防火牆，也可通過安装图形界面工具来操作。打開終端運行 sudo apt install gfu， 然後在菜單中搜索防火牆並打開開關即可。若使用如 Transmission 等下載客戶端，需在防火牆中啟用相關設置。19、使用 Synaptic 進行軟件包管理。Ubuntu 的新應用中心大力推廣 Snap 應用，在管理傳統 Deb 應用時不太便利，而且部分軟件包在應用中心不可用，只能通過終端安裝。Synaptic 是一款老牌的 Linux 高級用戶軟件管理器，許多人更傾向於用它進行軟件包管理。若之前未安裝，安裝方法為運行 sudo apt install synaptic 進行安裝。從菜單中打開 Synaptic， 可看到一個簡單有序的界面。通過它可一鍵修復損壞的軟件包，能更好地處理更新和升級。它顯示的是來自各種 Ubuntu 軟件庫的傳統 Deb 應用程序，這些應用程序通常占用空間相對較小，啟動速度比 Snap 應用更快。Ubuntu 24.04 系統中 Flatpak 值得強烈推薦，它全面兼容微軟的協議，管理 Deb 庫得心應手，軟件資源豐富，軟件生態極為強大。關於 FlatHub 在 Ubuntu 24.04 上的安裝和使用教程，可查看我的另一個視頻，裡面有詳細介紹。20、使用 BleachBit 清理系統。雖然 Linux 系統一般無需頻繁清理和維護，但每年進行幾次清理是有好處的。我們可使用 BleachBit 進行系統清理，安裝方式為運行 sudo apt install BleachBit 安裝它。若之前應用了更新，在運行 BleachBit 前需重啟計算機。清理操作如下：以 root 身份打開 BleachBit， 檢查相關條目，若在某些選項上收到警告，點擊取消。完成選擇後，可預覽系統中的垃圾文件並進行清理。也可在不使用 root 權限的情況下運行 BleachBit 來刪除應用程序和瀏覽器的垃圾文件，每6個月運行一次，可使計算機運行更加靈敏。作為中文用戶，輸入法是必不可少的。Ubuntu 系統配置輸入法時，經常會遇到些問題。在視頻的最後，我來演示一下如何完美安裝中文輸入法，實現輕鬆中英切換。配置前需要先卸載 iBuzz 輸入法，只需複製粘貼這個命令到終端，回車執行。卸載完成後，接着把安裝 FCITX5 核心組件的安裝命令複製粘貼到終端，按回車即可開始安裝。這些組件是輸入法運行和實現中文輸入的關鍵。裝完核心組件，再安裝中文語言支持，這會為系統搭建好中文環境基礎。完成上述操作後，設置默認輸入法。同樣複製執行命令，系統就會將 FATEX5 設為默認，然後使用 Nano 打開用戶配置文件 Bashirk， 將這3行內容複製粘貼進去。保存關閉文件後，註銷用戶再登錄使其生效，或者執行 source 命令也是一樣的。配置生效後，啟動 FCITX5 配置工具，在工具界面中找到並取消僅顯示當前語言副選框，搜索 Chinese， 找到中文鍵盤，通過相應操作將其添加到左側欄中。接着搜索 Pinyin， 同樣用上述添加中文鍵盤的方法，将其添加到左側欄中。此時若不需要英文鍵盤，可將其刪除。完成上述操作後，
點擊 Apply 按鈕，確認所做更改。完成操作後，系統右上角會出現鍵盤圖標，此時可查看輸入法配置是否正確。默認情況下，按 Ctrl 加空格鍵可實現中英文切換，按 Shift 鍵能臨時切換中英文。若有需要，你也可以在配置工具裡對這些快捷鍵進行自定義設置。配置完成後，每次登錄系統都會提示你需要安裝一個插件 Input Method Panel。打開擴展管理器，搜索 Input Method Panel， 點擊安裝。安裝後開啟這個插件，這樣就好了。按照以上步驟，就能在 Ubuntu 系統完美配置 FCITX 輸入法。完成上述20個設置，你就能全方位提升 Ubuntu 系統體驗，盡享高效、流暢與個性化。Docker 簡介 ：Docker 的出現帶來了將基礎設施與應用程序分離的理念。你的應用程序僅僅是應用程序接口、API、業務邏輯以及支持這些的底層代碼。簡單來說，它只是一堆代碼和一些庫。另一方面，你的基礎設施則包含諸如物理計算機，所有程序都在上面運行，已安裝的數據庫、軟件系統配置、環境變量等一系列東西。現在 Docker 使得所有這些步驟都能自動管理，而無需人工手動按順序執行那些用於設置基礎設施的步驟。不僅如此， Docker 還能夠構建你的應用程序代碼，將其部署到基礎設施上，甚至運行它，並且所有這些操作都以一種與平台無關的方式進行。這樣一來，相同的基礎設施命令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統，如 Linux、Mac 和 Windows 上運行。現在，讓我們暫時放下 Docker 的基本原理，聚焦於實際操作。接下來，我們將手把手帶你完成 Docker 的安裝流程，並演示如何運行基礎命令，快速上手 Docker 的日常使用。我們開始安裝。首先，你可以打開任意一款瀏覽器，訪問 dock2.com 網站。在網站上，依次點擊 Developers Documentation， 接着選擇 Docker Engine， 再點擊 Install， 之後找到 Ubuntu 選項。這裡面涵蓋了所有支持的 Ubuntu 系統版本。下面是安裝相關的詳細步驟，為你的安裝過程提供了全面的指引。在安裝之前，為了避免出現衝突問題，需要先卸載舊版本的 Docker。你可以直接從官網複製卸載命令，然後在終端中執行，這樣就能輕鬆地移除所有冗餘的軟件包，為新的安裝掃清障礙。卸載完成後，系統提示使用 remove 命令清理沒用的依賴，複製命令執行清理命令後，系統會自動處理這些無用依賴，釋放磁盤空間，讓系統更加清爽，為接下來安裝 Docker 新版本提供更理想的環境。卸載完成之後，重新回到官網，首先執行 sudo apt-get update 命令。這個命令的作用是更新系統的軟件包，確保系統的軟件處於最新狀態。接着，按照官網的指引，依次複製安裝依賴包，創建 GPG 密鑰目錄並設置權限，添加 Docker 存儲庫等命令，然後在終端中逐個粘貼並執行這些命令。
完成這些步驟之後，建議你再次運行 sudo apt update 命令來更新系統，這樣可以保證安裝環境萬無一失，為後續的安裝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隨後，你可以在官網選擇你想要安裝的 Docker 版本，在這裡我推薦你安裝最新版本，因為最新版本通常包含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好的性能優化。選擇好版本之後，複製對應的安裝命令，然後粘貼到終端中執行。在安裝過程中，當系統詢問你是否繼續安裝時，輸入是進行確認，安裝程序就會繼續進行。安裝完成後，運行 sudo docker version 命令，即可查看 Docker 版本信息。從返回結果中能清晰看到 Docker 引擎社區版已成功安裝，其中涵蓋 API 版本號等詳細內容。通過查看這些版本信息，你能輕鬆確認 Docker 是否安裝成功。到這裡 Docker 在 Ubuntu 24.04 LTS 系統上的安裝流程就基本完成了，但為了確保安裝的 Docker 能夠正常工作，還需要進行一些後續的驗證操作。我們可以通過運行 Hello World 鏡像來進一步驗證安裝的正確性。執行相關命令之後，系統會自動拉取並運行這個鏡像。若鏡像成功運行並輸出 Hello from Docker 相關信息，即表明你的 Docker 安裝完全正確且運行正常。執行 sudo docker images 命令即可查看已安裝的鏡像列表。運行 sudo docker ps 與 sudo docker ps-a 命令則能分別查看正在運行的容器以及所有容器的狀態，從而對容器運行情況了如指掌。為提升操作便捷性，若不想每次執行 Docker 命令時都輸入 sudo， 可將當前用戶添加至 Docker 組。執行該操作後，後續運行 Docker 命令時便無需再使用 sudo， 能有效簡化操作流程。下面使用剛剛加入 Docker 組的用戶身份來運行 Docker 命令，檢驗是否無需 sudo 也能正常操作。使用以下命令來啟動 Nginx 的 Docker 容器。執行該命令後， Docker 會先檢查本地是否存在 Nginx 鏡像，如果沒有，就會自動從 Docker Hub 拉取最新的 Nginx 鏡像。該命令中 rm 是用於容器退出時自動移除容器，這樣在容器使用完畢後不會占用系統資源。D 參數表示以後台運行的方式啟動容器， P 參數則將容器的80端口映射到本地主機的8080端口，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本地主機的8080端口來訪問容器內的 Nginx 服務了。Name 參數用於為啟動的容器指定一個名稱，方便後續對容器進行管理和識別。打開瀏覽器，在地址欄輸入 http://localhost:8080， 如果頁面出現 Nginx 的歡迎界面，那就證明你已成功以新用戶身份運行 Docker 命令， Docker 環境配置正確無誤。至此 Docker 已在 Ubuntu 24.04 LTS 系統上安裝成功。現在你可以盡情探索容器化技術的精彩世界，着手部署自己的應用程序了。若在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我會盡力為大家解答。要是本教程對你有所幫助，別忘了點讚、評論並訂閱我的頻道哦。後續還有更多 Docker 及其他前沿技術的精彩教程，不容錯過。感謝觀看，咱們下期再見。